如果今天的预算10万出头，要有款式，要有面子，要拍照好看，你女朋友喜欢跟着你的车拍照，今天她来了 Jetour Dashing。 10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 Eder，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 POV 视角系列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 Jetour Dashing， 在马来西亚也是推出了好一段时间了哈，终于这次呢就可以有机会开上了它。因为我在等着 T2 啊，只有2台媒体试驾车，所以要排队。今天在马来西亚的市场啊，10万出头的这个预算呢是蛮多选择的。很多人会问了 ，Jetour 到底跟 Chery 有什么关系？那我只能这样子说了 ，Chery 是一个母公司 ，Jetour 是一个子公司。虽然他们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 Jetour 的核心啊，比如说它的引擎的技术啊，还有车身的构架啦，都是来自于 Chery 的。我可以说 Jetour 的 Dashing 呢，跟 Omoda 5是非常的相似的。除了配置之外呢，车身啊、悬挂啦、开起来的感觉啊，都跟 Chery Omoda 5非常相似的。这辆车很多东西吸引到年轻人呢，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配置。Let's go。 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呢，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系小蚊子，它也是一个 SA 来的哈，心动不如行动 ，OK？Jetour Dashing 发布在马来西亚，总共2个配置，一个是 Comfort， 一个是 Prime。Comfort 相对来说我们叫入门级啦 ，Prime 就是我现在身前面的这个最高配的哈，从109,800起到116,800的价格，2个配置的动力输出都是一样的，来自一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 ，Multi-Point Injection，156 PS， 23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它6速的湿式的双离合变速箱，它是前轮驱动啦，所以这个动力数据啊是跟 Omoda 5一样的。我也相信它的引擎是来自于 Omoda 5，因为开起来2者都是非常的相似。现在的 Omoda 5MY 啊，它也是6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嘛，后面也是换了多连杆嘛，所以 Dashing 是跟它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它的 chassis 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设计方面它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车身长度为4590mm， 宽度为1900mm， 高度为1685mm， 轴距为2720mm。直接竞争对手 Honda HR-V、Toyota Corolla Cross、Chery Omoda 5、Proton 的X50等等的了哈。高配的 Prime 啊，主要升级的重点就是19寸轮圈呐，有全景天窗、气氛灯、540度的 camera、盲点侦测、后方来车警示、开车警示、车道偏离警示，还有6颗安全气囊。Comfort 的话只有4颗的，所有的 ABS、EBD、ESC 啊、倒车镜头、Cruise Control 啊，还有胎压侦测器都是标准的配备。当你走在这辆车前脸，还有它车侧面看下去哦，它有一点类似像 Lamborghini Urus 吧，这个我觉得不像啦，但是有人说很像，我觉得它比较像 Iron Man。分离式的大灯啊，像不像未来战士嘞？上面是近光灯，下面是远光灯，不用怀疑这个照明度晚上是非常的亮。我蛮满意它的大灯，在晚上的时候不会让你看不到前方。今天晚上开出去哦，人家以为你还是开 EV 哦，但是你却在加的 RON95。logo 呢，通常Jetour很喜欢用英语字而已啦。新款的好像 T2 啊，它有着这个新的一个 logo 了啦。上面是一个 LED 的日行灯，如果打开新的之后，它也是 LED 的。前面没有流水线，但是车尾灯后面有流水线的。如果从车尾的侧面看下去啊，有一点类似像 Corolla Cross 又有一点像 Chery Omoda 5，然后这边分开式的非常的大，而且它做了一点小心思，这边有一点赛车的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会买 Chery 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于成熟跟稳重还有安分的人。
人。会买 Jet2的人呢，比较偏向于时尚、运动感、造型还有性格的。拿上它的钥匙了之后啊，造型呢是很像 Samsung 的 Galaxy Airbud， 所以这边有一个备用钥匙，你这里按一下，然后拉出来就是一个钥匙了。就会看到这里有4个按钮，锁门、解锁，然后还有打开车尾箱。在这个10万块的价位呢，它是有着电动尾门的哈，你可以用这个钥匙开，电池阀再按多一次，它就可以关闭这个车尾箱了。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的功能，但是它只有一个门有这个sensor啦，所以你这边直接按一个，它就可以解锁了的哈，side mirror就会自动打开，这里按一下。它就会锁门了，而且只要我带这个钥匙靠近这台车呢，它的灯就会亮起来了。然后我靠近一点，side mirror就会打开，它解锁给我了的哈。一离开呢，它就会锁起来了。远程操控来 start 的话呢，按一下锁，再按一下这个圆形 hold， 所以它会打开车头的 DLL， 还有车尾灯。让我知道这辆车已经是打着这了的了哈。至于这个悬挂方面前麦花臣后多连杆，高配的轮胎呢是用这19寸，尺寸为235/55R19 GT Control P10 的轮胎。前面的刹车双活塞刹车卡钳，后面单活塞的刹车卡钳，前后的轮胎的尺寸都是一样哦。配搭的19寸的话呢，看起来的造型刚刚好。排气管隐藏是在下面，后面也没有做任何的夸张的扰流板。中间这边就有刹车灯，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个后雨刷，它没有做隐藏式啦。当打着了之后我去开门，上一下车，踩一下刹车，基本上就行了。看着我的引擎是打着的我没有关然后把门关起来。它门把是收起来嘛，所以没有人开到我的门所以我把宠物放在车上，冷气开着或者是我下去银行一下子人在车上它也不需要特意去锁门直到我靠近这台车，它也是不会解锁的。所以我要按一下。它的门把才会出来。至于这个尾箱原厂说486 liter 的空间，它比 X70还小一点，跟我 Model 5差不多。那我觉得大部分的空间呢是占于它的这个悬挂啦，这里凸起来非常的大，椅背可以做6次倾倒，倾倒之后你可以多达1000多 liter 的这个空间。隐私帘。左右侧都有这个 LED 灯照明着这个尾箱。暗的时候呢，找东西特别方便。暗的时候找东西，找什么呢？当然，下面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型的备胎。OK， 这样子一目了然了哈。我觉得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车身比较高，所以如果要抬行李上下的话呢，我觉得难免有一点辛苦啦。关闭车尾箱。内饰方面呢，就跟 Model 5呢就很相似啦，全皮革有带一点红色的缝线，而且后枕是软的，舒服了，有一点小支撑。2个 ISOFIX， 这辆车是前驱的所以中间这边都是平完，这个饰板很好看还有一些红色缝线，这个是受到很多年轻人喜欢的。除了驾驶员之外，每一个门都有窗户的按键，而且它是一键上下，还有一个星星的 button， 你可以在主机里面去打开，它是声控来的你可以长按 Open Sunshade。全景天窗给到你，采光也是非常的好。我身高173头部空间多过1个拳头，正在1个拳头的位置，脚可以很舒服放在洞里面。发泡棉中规中矩，不会太硬，不会太软然后它的大腿这边多了一点小支撑出来，还有它的背部这边也是满满的这个海绵在里面，坐起来也是挺 OK 的，不会让你觉得很辛苦，也不会太直还有一个手扶，后面有2个冷气出风口，这边有一个储物空间，下面呢有一个 USB 接口，还有一个 Type-C 接口。竟然还有一点储物格上面这边就有阅读灯。手把，而且这个喇叭的盖设计也是不错一下，不刮手，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里都是硬质塑胶，摸上去呢会有路纹的它好像山的设计一样。因为通常Jet2的车比较主打那些轻度越野的嘛，所以他们会有那种山的 logo， 包括这个镜子这边也是有一些山的 logo。这些按钮呢就不会在 Chery 那边重叠看到了，质感也是相当不错一下，而且它是那种磨砂的那种材质这边可以放你的手机，这个呢致敬了很多那些越野车啦。现在连新款的 T2 也是有 Magnet。它会系在这边，风琴式踏板，没有记忆座位的可是它有这个8项的电动座椅有电动腰靠支撑，还有长得像桶椅的设计，腰部支撑有，防滑系统关闭啦，调节你的窗户，这里就调你的 side mirror 啦，这里是调右边，上下左右，这里是调左边，调完了之后把它掰回去中间就可以了。还有头灯的高低调节，原厂呢它是给我0的，我觉得很高一下照到前面人家以为要开大灯所以我通常会放在2，这是打开你的引擎盖坐进来这边也是相当的熟悉，冰箱彩电大沙发乃是在中国车里面看得到的。Start 灯在这边，踩了刹车，亮一个绿灯，按一下，
首先最为不同的就是捷特呢，它有自带这个换挡拨片啊，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呢。至于用起来好不好用呢？等一下我们试驾视频会跟大家说。而且这个挡挂长得也是相当不错一下。旁边这边有一个 unlock button， 按一下往下掰，它就是 D。往上面拨就是 R， 如果你要去到手动模式呢，就要去到左边，往上掰就是加，往下面拉就是减，或者是你可以用换挡拨片在左右啊。Parking button 按一下，电子手刹。Auto Hold、Hazard Light 还有陡坡缓降，这个陡坡缓降呢不是让你下云顶用的哈，这下到去很斜的地方的时候，你按下去，然后你看你仪表上面多了一个 logo， 这个时候去到很斜的地方呢，下斜坡它会维持在一个5到10 km/h 左右，没有理由你下云顶用10 km/h 的吧，是不是？这个长得很像 iDrive 的按钮呢，其实它的用途就是这里是音量哈，回转 Home Screen， 还有就是这个设置，其实它是可以 Touch Screen 的。但是你开车的时候呢，想要盲操作哦，其实都可以用这个上下掰来选项啊。虽然用起来呢就有一点难上手啊，因为我们习惯了 BMW 或者是 Mazda 那种左右转，你要有一点习惯啊。这个就是冷气的风速嘛，你可以透过这里，你可以选下来，小风一点，大风一点啊，所以你开车的时候盲操作还好一点，不错啦。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饰板，磨下去的话会有那种路纹啊，而且它很像 BMW M Sport 的那种感觉，磨上去质感也是不错一下。12伏电瓦，前面就很可惜没有 Type C 了哈，这里还可能可以放一点你的钥匙。然后这个无线快充还有自带出风口，这个置备架也不会很大哈。然后还有就是手扶，这个手扶呢里面是可以开冷气出风口的，我们可以叫它冰箱，对吧？然后这个冷气控制呢就很可爱哦，我没有找到有任何的 Auto Button， 这是调你的冷度，可是它也不会在这边显示你是多少度，它只可以看到，热就在这边，冷就在这边，就是这样子。因为开惯了很多车啊，都是有显示这个温度的嘛，这辆就没有，这个声音我就没有办法关闭它，一定会有这种声音的。第一，当你讲电话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把风降下来。主机呢就基本上功能性也没有很大，上面这里拉下来呢就可以切换你的驾驶模式 Sport 和 Eco， 所以这辆车只有2种驾驶模式哈，打开尾箱啊 AVM 啊。当你去到这个菜单的时候，这辆车有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的 Apple CarPlay 用起来呢也是还可以哦。这边呢就有分为2个 setting， 跟 Cherry 一样 ，System Setting 还有 Vehicle Setting。在 Vehicle Setting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可以调整这个尾盖的高度了。我通常是调整在100%。这边就有你的 Side Mirror、Windows、Drive。驾驶模式呢有分为 Sport 跟 Eco 而已。然后它的方向盘的设置呢可以放 Comfort 跟 Sport。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放 Sport 的感觉 ，Comfort 的话这个方向盘太轻了，有点没有什么感觉。放 Sport 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比较好驾一点。Follow Me Home 啦，还有 Hum Sub 灯啊，这辆车 Hum Sub 灯在晚上看起来呢相当不错一下，它隐藏式在里面的，还可以跟着音乐的跳动啦、呼吸那种选择。但是我个人昂哥一点，没有什么喜欢花俏的，我会定在它在粉红色啦。其实买这样多车64种颜色给到你的话，到头来最好看我觉得还是粉红色或者深紫色比较好看。这辆车有盲点侦测，还有 Door Opening Warning 我都打开了，所以这辆车没有 ACC 自动跟车，还只有定速巡航的选项。System Setting 里面呢就一些比较普通的音响的调整啦 ，WiFi 啦 ，Bluetooth 啦 ，Display 啦，所以这辆车仪表是有2种主题的。第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好像电车这样哈，所以 RPM 只是看数字而已哈。如果你喜欢圆形的传统式仪表，这里按。这个比较受大家喜欢呐，虽然长得好看哦，你就要接受它有一点迟缓啊。你看到吗？它的 frame per second， 如果你打游戏的人哦，就很清楚什么叫 frame per second 了，所以它会有一点 delay。语言呢只有2种 ，English and Indonesian。一般上的车中间有3个冷气出风口了嘛 ，Jetour Dashing 就有，不用抢，大家都不用抢啊。有一些红色拉边，这个都是软质塑胶，还有带一点缝线，红色的边作为点缀 ，OK。所以呀。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然后这些按钮呢都长得也相当不错一下。我特地把这个 mode 设置了，按上一下它就会打开这个360的 camera， 或者是呢它会跟着我的方向盘呢转动，它就会打开。OK， 然后或者是我打开这个方向灯的时候呢，它也是会打开。然后这个是控制你的音量上下滑动，不要忘记还有这个按钮啊。然后这个仪表的操作呢，是要先按这个按钮按一下，然后你通过这个上下来换选项 ，OK 来 select， 然后这个是没有的按的啦，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多媒体的选项咯。setting 这边呢，你可以按 OK 进去，它有的调你的驾驶1个小时之后会跟你说，是时候休息啦。还有 alarm 120 km/h 左右，它就会提醒我。Light set 呢就是你的仪表的亮度啦，然后 volume set 呢就是它的警示的声音 ，high。我的 signal 是不是比较大声？再放小声一点。
OK， 主页面这边你往下掰，可以看到，哎呦，胎压侦测器，这辆车的胎压侦测器有点问题啊。虽然亮着这个灯，可是我全部这个风已经打了的啦。这辆车我拿满缸的嘛，到现在我走了145km 左右。昨天有在车上呢，就是待了1个小时多在等人，所以那时候油耗就高了很多，像15 L per 100km。自动雨刷，还可以调敏感度。这个打开后雨刷还可以烧一下水，大劲要烧水按一下。然后这样子有一键闪3下、5下或者7下，你可以通过设置里面去做选项的哈。自动大灯、远光灯、雾灯，还有就是前雾灯哦，闪人加高灯。那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这辆车的上手啊，讲真的，你一定要有一点时间去适应它，因为如果你开惯 Auto 的朋友们啊。AT 一起步就是直接踩就直接来嘛，它没有那个离合器嘛，包括宝马的 ZF 啊那些都是，不管你是 i 信还是 ZF 啊都是很相似的，直接上手就可以了。这辆车每次啊一到 Auto 后启动的时候啊 ，OK， 你基本上等红绿灯是可以放在 D 或者是 N 啊，我觉得放在 N 的话转速比较低一点啊，可以在800转左右啊，你看800转了。如果你是放在 D 的话呢，转速会稍微高，它好像一直在。要 stand by 要出去这样啊，然后当你轻轻点一下油门，它的 auto 后自动解放了之后呢，那个离合器在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可能顺畅度的话就没有现在新款的中国车做得好，所以这一点可能可以再提升一点呐。所以呢，每次起步的时候你就很明显啊，就会有那个离合器要慢慢的放那种感觉，所以它做的没有这么干脆利落啦。加上这个变速箱的调教呢，都是比较舒服、懒散这样子，没有什么爱换挡，所以这辆车的驾驶模式只有2个 Eco 还有 Sport， 所以我个人呢就没有什么喜欢放在 Eco Mode， 所以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放在 Sport 来驾驶啊，就比较稍微好一点，油门的反应也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换挡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好一点哈，比较高转一点，不会太懒散啊那种感觉。如果你真想要买一个10万块左右的 SUV 哦，你如果去试过了 Chery Model 5，那我觉得你再来试这辆车，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我觉得阿邦阿利的悬挂那些感觉都是一样，而且它调教是偏舒服的，它比较没有什么路感啊，然后那个路没有这样平哦，也没有什么察觉得出来哈。这辆车可能你在城市驾驶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悬挂偏软啊，可是一到高速的时候呢，它支撑性又变得好了的，都很奇怪的哦。如果你去到一些高速公路，一下子有那种波浪形的哦，这辆车很舒服把你带动，你以为这辆车不稳哦，可是它把你很舒服的带动到过了这个波浪形，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惊讶的。你可能觉得这辆车过弯就侧倾也很大，可是你在山路啊或者是一些弯道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辆车还可以的哦，只是说它很听话的。只是说它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它就是很稳定把你带入这样子罢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没有什么驾驶要求的话，你只是想要舒服的开，然后你只是想要样貌罢了，然后我觉得这台车很适合你啦。我现在放 Sport Mode 那个油门是蛮冲一下，所以它也会比较延迟换挡啊，所以不会像 Eco Mode 那种像非常懒散的那种。所以它会尽量的差不多3000转才来升档。我觉得这个变速箱6速的它的这个齿轮比呢，就如果给我啦，我会把它的3档再减短一点。我觉得它的2档换3档的时候，那个 ratio 也有点长哦。我不知道它的设计为什么为了这样啦。通常呢，给我的话，为了加速哦，我还是会把1、2、3、4呢换得比较短一点，然后4、5跟6呢会长一点，让它在高速上面用嘛哈。所以我要提升到加速，然后不会让它有一点转速的尴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 Eco Mode 驾驶的时候啊，你找不到这辆车的中心点，你要么就慢慢开，转速不要太高的换挡；你要么就是80%到100%的油门下，然后让它转速高一点。不然呢，这辆车的特性哦，它的扭力呢，你会发现到在4000转才有得到最高扭力，有一点类似像自然吸气的车这样啊，它的设定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让它上到4000多转换挡的时候哦，明明那个动力来这了，你就觉得换了档之后那个车就软去，要等到4000转那个动力才来，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为什么我会说我抓不到那个中间那点呢？它没有在它的最有力还是在4000转，有点类似这样自然吸气的车辆。OK， 所以所以有时候我eco mode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用换挡拨片。自己自行换挡，不要让它这样快升档，让它拉高转一点，我的动力才维持的比较顺。方向盘放去 Sport 了之后呢，你会觉得日常生活驾的时候比较有感觉啦，因为放在 Comfort 太轻了，我个人男人啊没有这么喜欢，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驾。这样一放了 Sport 之后呢，那个路感就来了一点，可是它还是偏向舒适的啦。你看这辆车哦，现在走在这么多洞的地方哦，路不平的时候，它也不会给你太大的反应。顶多就是很稳的去重重的拉着，很有重量的，然后它的灵敏度是 OK 啦。我觉得如果比起 Omodify， 我觉得它设定啊，不懂是我错觉没有？我觉得它设定还比 Omodify 灵敏一点。好晒好晒，这个阳光好猛烈。最近应该马来西亚空气比较好，在1000多转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动力是没有什么动力的哈，你必须要在让它2000多转的时候去。但有时候啊。我觉得它有时候过那些减速带啊，或者是我在过弯之后啊，它应该降档，可能降到2档了之后，然后让我在那个动力的曲线里面哦，好起步啊，所以整个过程就很顺啊，不需要我像我现在这样需要踩多一点的油门，降档了大佬哦，它才来降档，所以那个动作就慢了一步嘛，所以我觉得放 Sport 的时候会比较好一点的，至少它会。反应好一点，不会慢个半拍这样。油耗怎么样啊？抱歉，我对这辆车只有4天的时间，我拿了车第3天我就要去试驾了，我还没有办法做完整桶油的油耗，所以基本上我拿车满缸到现在呢，就走了一个155 km 左右啦，现在剩下半桶油啦，再少一点点。平均油耗呢，在城市里面的话，我可以达到一个10到11 liter per 100 km 左右。每一个品牌的双离合的调教都不一样。如果像我开的这一台的话呢，就可能你就起步的时候要轻轻的踩，不要太大油门下。你太大油门的话，整辆车就会那种冲出去又不冲出去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啦。有时候我们开车就是想到乘客嘛，自己一个人开无所谓。所以你轻轻的踩，然后它可能在1档的时候，当它切换到2档的时候就完美了。然后你慢慢松开那个油门，你不要松得太快，你慢慢松开，然后这辆车就慢慢的会有一点 engine brake， 这样慢慢的把它降速这样啊，就要有一点小技巧去开咯，你不能当它是一个 AT 或者 CVT 这样子开。所以考量到乘客的这个舒适的角度哈，所以你不要太急，反正塞车你急不急都是1辆车跟2辆车距离而已嘛，也不会快到哪里去哈。所以当起步了之后呢，它的换挡就很平顺了。这个换挡拨片，当我在低档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可以用的，按一下降档 ，OK， 它现在是4档嘛，3档嘛，如果你不用一阵子的话呢，它也会自动切换为低的哈，像这样。如果你不需要，如果你要马上把它换回低档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长按这个加，它也会变成低档的哈。当然，如果你想要全部自己来操控的时候，你可以拨到去 M， 拨到去左边，它就是 Manual Mode。OK， 当然它也不是fully Manual啦，它一到红线的话，它也会自动升档的，所以我可以降档。它的降档是没有补油的，而且降档的速度也没有很快。比较偏家用哈，如果你要这辆车是可以看到很 sport 啦，但是它的调教不会去到很 sport 啊，一到4000多转的时候呢，才会真正的唤醒这台车的这个动力。你看啊，它到了一点的转速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升档了的，这样子了哈。OK， 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哈 ，low 来的嘛，所以现在是3档，我要降到2档的话，必须要在3000转以下才可以降档。1档的话是完全不能的，几乎要完全停下来，它才可以降到1档。你看现在我去不到1档，我一直在按1档了。OK， 好，哇，今天没有什么车，很好。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1、2、3。100。讲真的，我这辆车我还没有超过140过，还没有开过那么快。230个道
156 PS。OK， 好。哦，它的高速的稳定性挺好的，很舒服嘞。如果我考虑要开远途的话，其实它的悬挂还挺 OK 的。当然，它的路感就你要很运动的话就没有了，就很舒服那种设定啦。然后它的风声呢是在140 km/h 左右呢，你才可以听到微微的这种小风声。其实基本上呢，在10万块左右的这个价位哦。现在很多中国车给到的这个隔音也是相当不错的。OK， 有如我们的 Five 啦，有如Proton 的 X50啦，他们的这个隔音也是旗鼓相当。你没有仔细听的是察觉不出来，大家都差不多。行驶在130 km/h 的时候呢是2700转的。OK， 现在我把它维持在140看一下。2900转左右，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转速啦。现在很多车 CC 不大，1500左右啊，尤其是配搭 CVT 啊那些，都会转速也不会太高，所以在行驶高速的油耗呢也是相当比较好一点的。OK， 那我现在从刚刚出发到现在又有塞车。又现在走高速，我的综合油耗呢是在11.8 L/100 km， 是你讲很省油也没有太省油啦，是中规中矩咯，因为毕竟还是一个 SUV， 轮胎又19寸哦。而这样子的喇叭呢，就因为没有像 Chery 有给到 Sony 的喇叭，所以我觉得它喇叭也是中规中矩啊。所以这辆车也就是它的小缺点，没有给完全 Full ADAS System， 所以这个就是买车人呢需要考量的一点啊。因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买车都需要 ADAS， 对吧？那如果你像我喜欢自己来操控这台车的话，我不喜欢太多，真的不喜欢太多。我觉得基本的360啦、ESC 啊、EBD 啊，还有6颗安全气囊有给足，我就很满足了。重点是不是配置好不好，而且它是好不好开，适不适合你开，这是重点。OK， 所以我可以说 Dashing 呢就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车啦，没有什么太大性格啦，就像以前的 Toyota 或者是 Kia Hyundai 这样子，没有什么性格的，就这样子开而已咯，配置给到你满满咯。你说它可以让你开起来很好笑，不是 ，sorry， 应该是说开起来很开心，一直笑的，那它就不会给到你这种感觉，它是顶多中规中矩啦，就是可以从 A 到 B 的那个目的地就可以了，然后配置也给到你啦，就这样咯。款式给到你咯。如果你问我什么车好，讲真的，我到头来是问你一句话：你喜欢哪一个？你第一眼对上哪一个？对吧？就好像今天你选一个女朋友，谁是对到你第一眼的呢 ？OK， 好，那我们现在拖换到手动模式，我会用到5档，哇，真的很晒，我看不到马路很危险OK， 那我们就120来过这个弯，这是我们的 law 的嘛 ？OK， 我先降到4档。哎呦，挡着我的弯道测试啦！然后刚刚他前面没有车的啦，他还是要出来了。CX5 ，OK，come。这样子换了Multi-Link呢是比较舒服一点的啦然后你过弯的时候呢的侧倾也是会有稍微好一点然后因为怎样说是独立式悬挂嘛，而且开出来也是比较舒服一点，也不会让这辆车因为左边有动右边而影响到那个震动这样子OK， 来我们来没有车先过一个弯，拿一个 line。对它的过弯呢，就那种感觉不会太多，侧倾是有一点，让你知道侧倾了之后呢，这辆车是偏推头啊。然后，我觉得操控还可以啦，没有，不懂要拿什么车来比它的操控了。
这样我开这辆车出去打球的时候，很多那些球友啊都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款式，要说诶，他们都觉得好看啊，这是他们觉得，因为看你个人哦。我觉得它的类似像 Iron Man 这样的设计是挺吸引人一下，而且它内饰讲真的挺好看的，设计感也是挺不错。你一上车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种哇的感觉啦，我会觉得这样啦。OK，alright guys，我们就到山脚了哈。我们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冲上云霄了，各位哈。喜欢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Goodbye。